我叫做喵，一个走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的普通女孩。去世4年的母亲最近开始敲我的门，我怕她，但她好像在保护我。欺负我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出事。中考结束那天，她说千万别回山里，那有灾难降临。然后我梦见老家的河红了，村里全部认识的人一个个都漂浮在水里。书接上回，我的奶奶刚给阿强他爹做完法事，累得精疲力尽，到了第2天也卧床不起。我问奶奶大丈夫，她只是身子微微动了下，应了声声音孱弱的像快要断流的河水。她的眼睛周围充血发青，两鬓上似有一团雾气，给人闷闷的感觉。看来这驱邪确实耗费精力，更别说奶奶这一大把年纪了。我没过多打扰，先让奶奶好好休息。出了房间，晴儿姐自然也是关心奶奶的情况。我告诉她脸色不太好，于是晴儿姐就去摇华子哥前来帮忙看看。我也没闲着，前往阿强家看看他爹的情况如何。到了阿强家，他爹也同样卧床不起，连下炕的力气都没有，吃饭都得家人端过去投喂。我进屋里叫唤了2声阿能叔，叔并没有吭声，只是盖身上的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。我走上前去，他爸的脸色黄得吓人，眼睛异常红肿，整个眼珠似乎要爆出来一样，眼里放着无精打采的光芒。他眼神痴痴地盯着我看，与以前那个精神饱满天不亮就去卖豆腐的他截然相反。他问我奶奶怎么样了，我回答他没什么事。由于我害怕他自责，所以撒了谎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阿能叔听后却突然昂面看着天花板苦笑，搞得我和阿强2个面面相觑，两脸懵逼。阿能叔费力地支撑起手来朝我挥一挥，叫我过去，好像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。我踌躇着将耳朵探过去，他吃力地半爬炕上，将嘴靠近到了我的耳朵前，呼出的气冰冷刺骨，冻得我耳朵都抖了起来。喵，我见鬼了！我有点难以置信地转过脸看向他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寒冷的光芒，脸上露出诡异的一笑，就倒在了炕上。我心里一颤，兀落地向后退了几步。我向阿强先行告别，见鬼2个字在我脑海里不停地回响着。阿强他爸那诡异的笑容与顿时寒光四射的眼神让我颤栗不止，身体冷飕飕的。回到了家，华子哥依旧稳定发挥，表示脉搏正常，问题不大。华子哥目前就没看出个名堂来，不过也确实为难他了，这游戏的设定就不是科学能解释的。华子哥他们前脚刚走，后脚奶奶就突然发出一阵沉闷的声音。我转头看去，只见奶奶的身子剧烈抖动起来，双手紧紧抓着被子往身上裹。她双目怒睁，视线看向墙壁，我也朝墙壁看去，可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在那之后，我许多天都没有去过阿强家，也与他好长时间没有见面。奶奶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，终于能下炕走路了。我和晴儿姐都很高兴，但是一直没见阿强他爸在村子里出现过。过了有一阵，我才听刘叔说起阿强他爸来。原来他的怪病不但一直没有好，反而病情加重，有时候会一连昏迷好几天，整个人现在瘦的只剩下皮包骨。快到12月的时候，山里下起了雪，父亲也快回来了。时别多日，我再次前往阿强他家看看情况。其实自从他父亲上次在耳边跟我说见鬼之后，我一直不敢再去看他。但仔细想想，鬼我也是见过的呀，坟地也是跟过的呀，而且最后不也没能伤我分毫吗？这样想着想着也就没那么怕了。到了他们家门前，万籁俱静，没有丁点声响。他家的门虚掩着，我朝里喊了2声，无人应答。奇怪，他父亲可是卧病在床，家里怎么没有人呢？我进到阿强房间，被子整齐的叠着，就是没有人。我又出去悄声走向他父亲的房间，走到门口听见了些许细微的响声。我进入屋内，看到阿强他爸在床上半蹲背对着我，这才不到半年时间，已是白发苍苍。我正想走近和他对话，不料他却突然转过脸来，我赶紧平身敛息，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。这还是阿能叔吗？他正盯着我看，一头白发乱糟糟，褐黑色粘稠血液从眼眶里直冒，鼻子已经烂到了眼角，深红色的粘稠伤口血肉模糊。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我捂住嘴不要让自己吐出来，赶紧转身夺门而出。回到家，奶奶和晴儿姐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，我直接跑进了房间，这时心里才感觉平静了点。我全身发冷，赶紧上炕，钻进热乎乎的被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强跑来找我，问我是不是刚刚去他家找他了。我回答他是的，然后立刻切入正题，问他爸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，鼻子怎么烂成那样了。可阿强却说什么伤没有啊，他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。难道是我看错产生幻觉了吗？不可能，肯定没看错，也许只有我能看到而已。快过年了，在外做生意的父亲带着许多年货也回到了家。晚上，奶奶和父亲在说着些什么。以后记得多去烧纸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再怎么，她也是我老婆，就她来了，也不可能害我的呀。唉，后院的阴气太重了，这样下去，整个村子的人都要遭殃的。妈，我的事怎么样了？
等过完年吧，我打听到隔壁寨子有个不错的姑娘，等过完年我就帮你去看看。那好吧，我就先睡那房里了，应该没什么吧。你不要多想，早点睡。有谁敲门或是叫你，都不要起来，继续睡你的觉。妈，没事的，去吧，别提灯了，进去就睡觉。这间房就是母亲出事后一直分着的那间，没想到奶奶居然让父亲睡这里。父亲的胆子也是大，不懂谁给他的勇气敢睡这里。梁静茹吗？他上床倒头还没2秒，阿飘就刷新了出来。奶奶的面容在油灯的暗淡光线下显得特别苍老，额头上的皱纹一道一道，头发已经白了大半。奶奶把灯熄灭后，房间陷入了黑暗，外面有大雪簌簌落下的细碎响声，有细弱的灰白光线泛起。我不知不觉就这样睡了过去。睡到半夜，梦中听见大雨倾盆而下的水声，从梦中醒来，声音好像是从院子里传来的。哗哗的水声持续了一会儿，又听见父亲沉重的咳嗽声。原来是这老登半夜起来在院子里解手啊！木门吱呀一下，然后归于沉寂，整个世界重新切回静音模式。我这还没重新接入睡眠呢，院子里突然又咚咚咚响起了敲门声。听声音是从母亲那间屋子里传来的，断断续续的敲门声持续了好些时间，但却没人说话，门也没有吱呀的响动。就当我以为这样平息下来时，随之又响起了女人的声音，她凄厉地叫着父亲的名字，拍打着门，一声声凄惨的叫喊声带着悠远的混响。开门，我回来了，开门！我断定那一定是母亲的魂魄在院子里游荡。快，开门，开门，我要进去！缓慢而悠长的叫喊，伴随着一阵阵软弱无力的敲门声，在深夜的院子里漂浮回荡。奶奶似乎也听见了这声响，我看见她的眼皮微微一动，又紧紧地折合起来。那声音后来戛然而止，我想她应该是走了。可好奇心还是让我偷偷地睁开眼睛看向窗外的动静。寒风将窗帘布吹了起来，我看见窗外有张女人的脸紧贴着玻璃，形态几乎扭曲。那不是母亲，她没有眸子，只是空洞的白人，头发在夜风中散乱地漂浮着。那张脸撑开着几个血窟窿，黑红色的血液在窗外积水的映照下，颜色显得更加凝重，血液一滴一滴顺着玻璃下滑，留下一道道血痕。我下意识地紧闭了双眼，屏住呼吸。奶奶的胳膊紧紧搁在我身，我想她也许还会叫我的名字，又叫我出去陪她一起玩什么的，毕竟这套流程我熟啊。我额头的汗水不自觉地冒了出来，我几乎做好了全套心理准备，等她喊我的名字。可这次外面却一片沉寂，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声响。我再一次偷偷看向窗外，外面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灰白的积雪映射出的月光。她走了。第二天醒来，父亲说阿飘确实来找他了，把他给吓坏了。奶奶说这有什么好怕的，梁静茹不是给你勇气了吗？安心睡你的觉，不理会就什么事也没有。只能说奶奶终究是老江湖啊，遇到这种事整个家就属她最淡定。而我又跑去阿强家看望他爸，他爸光着膀子在床上蹲着，很奇怪的姿势，好好的不睡床上却蹲着。大冬天的他不冷吗？房间里还有股浓重的尿骚味，像尿素一样刺鼻，刺得我眼睛发酸，差点流下眼泪。这次他爸面部完好无损，只是脸无菜色，一片蜡黄，眼睛下陷，嘴角爬满了鱼尾纹，憔悴得像一个垂死的老人。他看着我傻笑，也不说话。阿强说他爸现在有点神志不清，认不得人，有时候连他这个亲儿子都不认得。然而他爸却认出了我，还叫了我的名字。阿强见状有点兴奋，看他露出少有的笑容，再回头看见他爸时，我屏住了呼吸。他爸眼角褐色血液顺着鼻沟流下，慢慢的脸开始扭曲腐烂，脸上橘黄色的粘稠液体顺着脸一滴滴落在被子上，渐渐的出现了几个血肉模糊的窟窿。我没有叫出声来，我想一定又是产生幻觉了。我用力揉了揉眼，可眼前的他变得像一具腐烂的尸体，脸已经溃烂到脑门，被子被血液包浆的不成样子。我问阿强看见什么了吗？但结果显而易见，这是只有我能看见的灵异现象。阿强他们什么也没看到。最后我切换话题，约阿强晚上来我家看春晚。我爸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，他答应了我。我回到了家，家里的最后一只二师兄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，成为了我们的年夜饭。8点的晚会终于开始了，我朝后面看了看，晴儿姐和华子哥坐在后面卿卿我我。可是我等的阿强却还没有来，旁人都嬉笑地沉浸在好看的春晚当中，我却打不起精神来。明明阿强说他一定会来的，却放我鸽子。电视里的画面吸引不了我，我多次转头看向院子大门，期盼着阿强身影的出现，可是一直等都没有等到他，于是我就回房睡觉去了。奶奶也猜到阿强没有来，担心地说道：睡觉吧，保不准今晚又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听见从远处山沟里传来杏猴咕咕的叫声，杏猴一叫，必要死人。接下来不知道又有何事发生。夜里我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阿强他爸对着我说一些奇怪的话。杰娜来了，杰娜要来了，要来了。
说完，他笑着朝我挥手远去，轻飘飘地飞过了山头，渐渐消失在远山的轮廓里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我就被零星的鞭炮声吵醒。奶奶早早就下了炕，晴儿姐自然是厨房里忙碌固定 NPC 行为。天亮后，我起床走到院子，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，阿强他爸去世了。我突然想起昨晚的那个梦，难道那是阿强他爸托梦给我了吗？今天天色也不好，阴沉的快要塌到头顶上来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这时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整个山村的大年初一陷入了一片沉寂。阿强家的院子里已经站满了大人，父亲、奶奶和晴儿姐都在这些人当中。这么多人，除了村里来帮忙安排后事的，其余人在院子里鸦雀无声。人们不时地看看奶奶，等待着奶奶对这件有点来的突然的事做个法。依我看，是时间该死了，被吸了阳气还能活这些日子算好的了。那日我就觉得阿能得的不是一般的病，是接触了那些脏东西，晚上给他叫魂儿，以为会好的。唉。装好棺材的几个年轻男人出来时，个个抽着一张哭丧的脸，没做停留就把棺材抬到村头去了。经过我身边时，那股发腐的恶臭从棺材缝里汹涌地弥散出来。院子里的人闪开了一条道。阿能叔是5天后才抬去下葬的。那5天里，听住村头的那几户人家说，每到深夜，村头就会传来可怕的嚎叫声。我睡奶奶的炕上，耳朵里也会隐约听见让人颤抖的嚎叫声，凄厉地撕破宁静的夜空。下葬那天，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向山坡下的那片墓地。强妈一路上一直被几个大婶搀扶着，哭声打破山村的宁静，从村子一直延续到了墓地。山谷里回荡着让人觉得凄凉的哭喊声。棺材下到墓里埋了进去，我们将花环插上了高高隆起的土包上。强妈还在伤心地哭着，我让阿强去劝劝吧，别让他妈太伤心了。他一去，果然奏效了。他妈将13岁的他揽进怀里，硬是没哭。料完他父亲的丧事，人们都离开了。他母亲站在墓前，目光呆滞地看着，还是迟迟不肯离去。他嘴里突然念叨起来，说看见阿能叔了，然后就朝一个方向追了过去。村长觉得强妈这是疯了，赶紧拉他回家。可强妈说他没疯，他真的看见了阿能叔，他爬出来了，他跟一个女的走了。村长和阿强赶忙上前拉了回来。我安慰阿强看开点，他妈可能受的刺激太大才这样。可阿强也说，刚跟他妈一样看到了相同的场景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幻觉。听了这话，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坟墓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却全身毛孔都缩了起来。阿能叔死后，村里相对安静了些，夜晚能听见的哭喊声也消失了。这个冬天似乎很短暂，只是一场雪，转眼就到了春天。晴儿姐在院子里洗着冬天积攒的脏衣服，而我要去趟阿强家。父亲已经决定带我去城里读初中，就在今天，我要向阿强道别。去的路上，一位带娃的姨劝阻我说，阿强家现在可不能去啊，百日没过，他爹的鬼魂还没走呢。我让姨好好喂奶吧，就别瞎操心了。不管阿能叔的鬼魂有没有走，我都要跟阿强道别。我和阿强从小玩到大，想起小时候那些欢快的时光，心里总会莫名的悸动一阵。阿强站家门前，眼神木讷地仰望蓝色的天空。强妈让阿强多看看书啊，多久没看书了？老盯着天看干嘛呢？问题是阿强现在哪还有心情看书啊？我上去搭话，把阿强约了出来。我告诉他，我马上就要去城里上学了。我看到他有些不舍的样子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少年时代的那些浪漫时光在心里翻滚涌动，仿佛泛滥的洪水一般涌上心头。他让我好好学习，会想起我的。我也告诉他我会想他的。我们只做了简短的告别，阿强就回去了。能看出阿强自从他爸去世后，每天郁郁寡欢，心事重重。最后和家里人简单告了别，心里很是留恋。回头去看奶奶和晴儿姐，奶奶用袖子抹着老泪，晴儿姐眼眶泛红，我心里泛着一股酸，很下心。扭头时猛然瞅见山脚下的母亲，母亲穿着一身白衣服在树下站着，一经风中轻轻招摇。我揉了揉眼睛再看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我想一定是因为要离开这成长了11年的地方，心里不舍想起了母亲，所以才产生了幻觉。在父亲的催促下，我们出发了。我像一头鹿，乖乖地跟着父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跌磕前行。这条路是我这11年来走的最长的路。我叹气埋怨脚疼的时候，父亲擦着额头的汗水。我告诉父亲实在是走不动了，这才歇了一会儿。父亲无奈地将包放石块上，蹲下身点了根烟，休息没多久就又开始赶路了。父亲的脚步很大，我总要跑着才能跟上。父亲说我一个女孩子走起路来怎么不轻盈一点，这么用力？我说我没有啊。我很疑惑，自己明明脚已经疼得不行了，哪还有那么大的力气用力走路？走着走着，父亲突然抓住我的胳膊，急促地停住。这时我才听见身后隐约有脚步声，立马戛然而止。我扭头向后一看，没人。很奇怪，山路上只有我和父亲2个行人，却有3个人的脚步声。我后背发凉，知道后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。幸运的是，这一路上并没发生什么意外，扑通跳动的心这才稍微缓和了些。好不容易到了车站，就在我以为能歇会儿时，可父亲说还不行，车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再歇就要等明天才能走，而且这车站经常闹鬼，
听到闹鬼后，我立马精神了起来，继续赶路，赶上了当天最后一趟开往县城的车。到县城时已是晚上，虽然是座小城市，不算繁华，但比起我那生长了11年的穷山僻壤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看着黑暗中朦胧的楼，心里暗自惊叹城市的繁华，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。父亲买的房子在一个小区的6楼，爬楼爬得我气喘吁吁，进了房间倒头就睡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我起床接起了电话，电话那头是父亲，他让我早点睡，他在外面潇洒，会晚点回家。不是大哥，你要是不打电话来，我早就睡得死死的了。挂断电话，我回床继续睡觉，可这下我彻底失眠了，睁眼看着墙上的挂钟，秒钟蹭蹭蹭的走动着，已经到了1点1刻，父亲还没回来。门外走廊里隐约传来砸踏走动的脚步声，渐渐由远逼近，好像到了门口，脚步声就停住了。我心想，是不是父亲回来了？我等着门从外面被父亲打开，或者是响起敲门声。可是片刻过去，外面死一般的寂静，听不到任何声息。我走到门前，朝猫眼看去，看见的是一双女人苍白的手，青色的指甲细而尖，皮肤苍白的似乎随时都会从骨头上掉下来。经验丰富的我已经知道不对劲了，我将视线慢慢向上移动，只看见了那头黑色的发丝在风中轻轻招摇着，尖尖的下巴流着一滴一滴浊黄的浑浊液体，落到地板时，瓷砖痴痴冒出一缕白烟。我赶紧收回视线，现在只想赶快钻回被窝。可刚要回床，电话声又响起了。我以为是父亲打来的，可电话那头并没有人说话，近的只能听见吱吱的电流声响。难道是谁打错了吗？我正打算挂掉电话，听筒再次传来那熟悉的女人凄厉的声音，又是那个叫我开门陪他玩的阿飘。他真的很贪玩，要不回头介绍贪玩蓝月给他吧，里面全是兄弟，随便砍，天天有活动，这样你就不用天天来找我玩了。他悠长惨烈的哭泣声如断了弦的水珠连绵响起，久久不能平息。我爬到床上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将自己捂得大汗淋漓，沁出的汗水湿透了衣服。第二天早上9点，父亲才回到了家。他问我打算住家里还是选择住校。昨晚的经历让我果断选择住校，学校宿舍起码人多，那样的话也就不害怕了。我与另外3个女生住一间寝室。初中的这3年里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，只是我刚开始的适应过程里，成了同学们茶余饭后闲谈的对象。他们对于我古怪的性格以及阳光下走路从来没有影子的事猜测非非。有些同学认为我是鬼，不是人，可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只认为我是个比较独特的女孩子，自打一生下来就是。我与同学的关系很疏远，初1、初2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肯跟我亲近，即使是同寝室的几个女孩，也将我孤立起来。我直接成为了独行侠。我总是在想，阿强这3年变成什么样了？长高了，长结实了，也许比以前好看了。但我知道他的皮肤永远也不可能像城里人那样白皙。6月的阳光渐渐褪去，天色多变，外面渐渐阴沉下来。我不经意地朝一旁的大树看去，一个16、17岁的男孩站在大树下，白白的面容，浓眉大眼，算得上俊俏。我看男孩的时候，他正2眼凝神地看着我，但我并不认识他，他的眼光让我觉得灼热，双眼中流露着冰冷而亲切的神情。我忍耐不住，转过了头，目光落在了书本的字里行间，心里却像揣着一只兔子扑通地跳着。不知道那男孩为什么这样看着我。苗儿，我滞惑着顺身起身看去，是刚才站树下的那个男孩。他已悄无声息地站在我的一旁，他个头很高，只有1米7多，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这次站得很近，我可以看清楚他的长相了。他目光无精打采，面容苍白粗糙，嘴唇上也列满白色的唇纹，眼睛修长而拖延像两柄，脸上带着忧郁神情。对峙打量几分钟，我的眼神落到了他敞开的脖子上，一块马前大的黑痣。这不是阿强脖子上的胎记吗？没错，这就是阿强。我好奇他怎么会在这里，是来参加中考的吗？然而阿强说他早就不读书了，自从他爸去世后，仅靠他妈是供不起他上学的。他也觉得自己不是读书那块料，不如在家放羊种地。这次是专程来看我的。阿强穿着一身洁白的衬衣，崭新的裤子，一双布鞋，尘土不沾，加上眉清目秀，让树荫下不时地招惹来几个女生邪迷的眼光。我俩出了学校，从学校后面绕到了铁轨上，就这么沿着铁轨边走边聊。我问起奶奶和晴儿姐怎么样了。远去的火车汽笛声渐渐消失，沉闷的空气中寂静的没有一丝声响。阿强没有回答我的话，连他走路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。奇怪，怎么就没有声息了？刚才在我身后说话呢。突然阿强又从另一边出现，我说我还以为你消失了呢。他说这怎么可能，除非他死了。我赶紧呸，别胡说。我问他什么时候走，要不去我家坐坐。阿强说他家里还有很多事，真的不能久留。话到此处，他双眼中隆起一层雾气，神情恍惚地躲避我的眼神。我看见他的眸子里泛起了潋滟的水光，他竟然哭了。我们做了最后的道别，相互站在轨道旁，四目相对地看着彼此。我很想对他说我一直很想你，但我终究没有
有说出口。一瞬间，火车已经从铁轨上呼啸而过，我只能从每节车厢的衔接处看到它瞬间的身影。我在火车巨大的轰隆声中呼喊着他的名字，所有声响都被这轰鸣声淹没。待到火车最后一节车厢通过眼前时，对面已经没有了阿强的身影，空气中传来了他的声音：苗儿，我走了。跟阿强离别后，我在回学校的路上被一个婆婆叫住。老婆婆的脸上爬满了皱纹，老年斑染成褐色的皮肤看起来怪怪的。我知道她这是在烧纸祭拜亲人。她说她原本有个跟我相貌相似的孙女，可在前年不明不白的就死在了学校，至今没个说法。今天是她孙女的忌日，想给她烧一身衣服，问我能不能帮她忙。我是真不想，可剧情不让。我们跟着婆婆到了她家，她让我帮忙找下纸衣。我上到2楼的房间，房间桌上有个相框，相框的背后可以拿到一把生锈的钥匙，用钥匙打开一旁的箱子，里面是一件红绿相间的纸衣。我将纸衣交给婆婆后，我们去到了院子里，她让我试穿下纸衣，随后开始了招魂仪式。老婆婆蹒跚在火光四周，提着纸衣烧圈，绕了2圈，火光突然蹿的老高。老婆婆老泪纵横，慌忙的将纸衣放进火里，冷风一卷，火光冲天，卷着燃烧的灰烬在空中盘旋上升。此时看见远远的树下跪着一个人影，朝这边磕了几个头。等纸衣燃烧殆尽的灰烬漂浮的满天都是时，那影子也随之消失。婆婆的支线任务自此完成，我也回到了学校。刚踏进学校大门，气还没喘匀，就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。他指责我早恋，说马上就要中考了，想给我们学校抹黑吗？我莫名其妙，我说我没有啊，可这班主任就是不信，说都有人看见了，还死不承认。再这样就滚回山里，山里的野孩子就是欠管教。哎呦，我真是服了这脑残，这跟网上那些听风就是雨、野蛮心瞎、容易被带节奏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回到寝室，那几个长期孤立我的室友正围成一圈，光明正大的开我的专场批斗会，言语间全是尖酸嘲讽，音量毫不收敛，生怕我听不见似的。很明显就是这几个精神小妹告的状了，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老实人，上去就让他们嘴巴放干净点，不然把他们嘴给撕烂。其中一个叫燕的不服带头挑衅，说来呀，来试啊，试给我看看啊。其余人跟着应和，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我控制不住心中那团燃烧的怒火，冲上前去就是一大嘴巴子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下手会这么狠，一巴掌下去，他的嘴巴就流血了。然而他们人多，我终究3拳难敌4手。我很伤心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理解我？为什么别人都欺负我呢？苗儿，妈会给你报仇的，让欺负你的那些人都得到报应。次日起床，他们忽然向我道歉。我看向床上蜷缩着的身影，惊了。他们一夜之间怎么憔悴成这样？脸色煞白，眼圈泛黑，脸几乎塌陷，身体被汗水浸透，大热天的蜷缩在床上瑟瑟发抖。他们一个个说见鬼啦，见鬼啦，以后再也不欺负我啦，饶了他们吧。我觉得莫名其妙吧，我啥也没干啊，怎么饶？大姐头燕说，浴室里有个女鬼，不会放过他们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打了我才这样的，所以求我高抬贵手，帮忙说句好话。我走进浴室一看，什么也没有啊，神经病。去了教室，又听到同学说班主任也病倒了。虽然感觉有些奇怪，但我没有多想，而是专心应对接下来的考试。中考结束后，我回到了寝室收拾我的东西，突然隐约听见楼道里好像有轻盈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。我将耳朵竖起来仔细去听，楼道里回响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转眼间已经到了门口，然后声音就消失了。我走到门前想开门看看，奇怪，门打不开了。我回头看去，浴室敞开的门缝露出一张半遮掩的脸。这一瞬间，我的意识停止了运转，但心里的森然胆怯却消失得毫无踪影。就这样双眼诚挚地与之对视，我知道这是母亲未散去的魂魄，绕我身周也不是1天2天了。我叫了一声母亲，母亲也回应了我一声。她的嘴唇没有动，声音就像沉闷的雷声一样从洗手间里传了出来。她让我别害怕，谁要是欺负我了，就会让他们一个个偿还给我的。可善良的我还是替那些人求了情，让母亲放过那些人吧。说完，我正打算靠近她，母亲却阻止了我。我说我很想念你，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你呢？母亲回道，做了这4年的孤魂野鬼，只是想一直跟在我身旁，好好保护我，看着我长大。现在我长大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她要去该去的地方了。我舍不得母亲的离开，虽然这是她的鬼魂，可是我想起了小时候月下给我讲故事的母亲，一股潮水般的恋恋不舍之情就涌上了喉咙。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出现在我身边了，她游荡了太久，不能继续留在这不该留的阳世了。最后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到那山里，那里会有灾难降临，千万别再回去了。就这样，母亲微弱的声音从警示室处慢慢消失。可事与愿违，中考完就是暑假，父亲告诉我明天要回老家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山里终究是自己的家，有亲人在，不回不行啊。
父亲买的房不大，小小的房间里燥热难耐，稍微有点夜风吹来，才感到清爽舒心。我没事干，又热得不得入睡，一直到了后半夜才睡着。这晚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我梦见自己站在老家的山前进村路上，坡下的河水漂浮着许多死尸，那些死尸都面门朝天，仰面躺着，河水泛红。我看见第一个死掉的就是阿能叔，接下来是他老婆，还有华子哥，后来又看见了阿强，他的尸体一直漂浮到了我的脚下，靠在石头边上，头顶豁然的窟窿里，粘稠的红色汁液与脑浆一起往河水中流淌着。我惊慌地沿着河岸一直跑啊跑啊，整个河水中全是尸体，一个个都是我认识的人，都是山寨子里的人。天空颜色灰暗可怕，整个天空像快要塌陷一般。早晨起来，父亲问我想要个后妈吗？我说你自己想要就直说，我管不到，你开心就行。父亲这才安心地笑了起来，两只眼睛亮晶晶，黝黑的脸庞上沟壑聚拢，很久没看他这样开心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回到了山里的老家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第2章的全部内容了。母亲临别前说的灾难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做的梦到底是预知，还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呢？阿强他们都怎么样了？预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成为我的韭菜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